那自住会不会出问题哦？其实也会哦，自住会出小问题。我说是小问题的地方在于客变，客变是怎样？客变就是他也是买中古，他不是跟建商买哦，他是买中古，好，买中古啊，建商那个也一样啊，好，然后他看，这个原本的3房是3房没错，可是他觉得太小，他就觉得说，这个我不舒服，好，所以我要改，我要怎么改？他把它弄成2大房，3改2，常常看到嘛。那这就会导致下一手不好卖哦。为什么？因为买方会说，干你卖3房的钱，结果只有2个房间，那我不要，我先看下一间。你怎么来得及跟他解释说，没有，我这2间房间超大间的呢？然后你慢慢解释吧，人家已经划走了，问题在这里而已。然后不好卖也还好啊，所谓的不好卖叫做不好卖，它不是卖不掉。自住必知的6大购屋考量因素。先说结论，自住首要考虑房屋的类型，自产才是唯一考虑地段。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找到好社区有多重要，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自住买房会考虑什么问题？这次要分享的是一个我看到的新闻啊，来，这个我念一下标题：买房必看自住族热议6大购屋考量因素那简单讲一下这新闻，就是反正就是有人去分析了近3个月内乡民在讨论购房需求时会特别在意的因素那结果是长这样那顺序我念给你听，反正就6个嘛。那顺序的话是价格、交通区位就地段房屋类型、屋龄、坪数、楼层好，那这边先暂停一下我想问你，那如果这6个给你排，你会怎么排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是这样看这个排序我认为很合理但是不够好合理的原因是说，大家都觉得房价贵，所以当然优先怎样在意价格嘛，然后第二在意的才是地段。我就觉得这个方面应该是要再讨论一下，因为很明显这个就是怎样，这个就是抱持着自住兼投资的心态在买房子。我们之前已经有影片讲过在分享过这个心态，就是说这个心态会为你带来什么麻烦。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我们频道不重复的，所以你要知道我会怎么安排我来安排给你看。如果是我来排的话，我会这样子排：来，第一个房屋类型第二个坪数，第3个地段，第4个价格，第5个屋龄你是不是觉得奇怪我明明每次都在强调地段那这次我却把地段排在第3。其实这也没什么特别原因因为这个主题是买来怎样自住自住。那我之前也说过嘛，自住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要住起来自己舒服、自己开心那当然首选的是有管理的电梯大楼，然后就是坪数坪数。电梯大楼的意思是屋子类型你公寓啊、大楼啊、透天这种所以就电梯大楼有管理员可以帮你收那个另一半乱买的一些包裹有些要冰的也没关系，那个管理室都有那个大冰箱然后你也不用赶垃圾车这就舒适你有一个地下室下大雨的时候也是停地下室，然后直接上去都不会淋到任何一滴雨。那再来是坪数坪数的话有一个算法你可以参考，就是一个人生活大概需要10坪那每多一个人你就再加10坪那因为会有重复的使用空间例如厕所、客厅、厨房这个，所以你4个人的坪数可以压缩到就不是4个10坪40坪，而是36坪左右。那这边顺便提一下为什么我不太喜欢新建案的小两房因为新建的小两房扣掉公设以后10坪室内10坪可能只有16坪，16坪的两房还叫大。我跟你讲，狠一点我已经看过12坪的了那2个人住起来就真的很小真的很小。如果再多一个小孩，会没有地方放东西这储藏、储物收纳需求绝对是大问题，真的没地方可以放那再来才是地段地段为什么因为这间自住的房子就是会被你住很久很久我们之前会强调地段的原因是，这个房子的地段好，就是会让你好出租，然后也怎样好出手就好脱手。
那这个条件哦，好出租好出售，对自住来说一点都不重要，对不对？你有没有要租？哦，那个好脱手再说嘛，哦，这没关系。所以，除非你心里打的主意是你要住满5年以后，马上带着产生的价差来个那个小换大哦，旧换新哦，只是好地段对你来说才有意义哦。那最后你要知道，自产投资的唯一指标哦，跟前面都还讲自住哦，那现在这边的话就是，如果你是自产投资的话，要怎么判断哦？如果你今天是自产投资的话，我跟你说。在我看来，没有什么这些因素好考量的哈，唯一考量因素叫地段哦，就地段，这6个都给它排地段，这样就好了哦。只要这个房子的地段好，它能够帮你生出3.5% 以上的放生出租投报率，我不是讲隔套哦，而是一般的2房3房你就放生出租。如果它这样子，它还可以帮你生3.5% 的投报率哦，你现在要到4%、5%应该是很难啦哦。那除非很早期的房子。很早期的房子哈，那它屋况可能有问题，你可能还要花钱去改，改完之后那个投报率又下降了。好，总之如果有一个3.5% 放生出租的投报率的房子在好地段，那就可以买哦，价格贵一点也没有关系哦。就算它长相是菜市场楼上的公寓哦，每天会有什么蟑螂老鼠来逛街都可以买。为什么？因为这间房子就不是你在住，对不对？所以就不是用自住的需求去考核啊。你当然会说租客人家也是人啊，怎么样？你怎么可以人家租房子之前都会看过房子呢，对啊，那他都看过了，附近是菜场，他也都知道了，蟑螂老鼠什么的，他也都知道，他还是要租，那就是他可以接受嘛。我们就是找这样子的租客就好了哦。像这种房子的租客哦，像我们讲菜市场楼上谁会来租？摊贩跟员工啊，哦，而且他们很喜欢租。我跟你说，那往往拿来囤货啊，就夜市很多，夜市附近的那个公寓大楼很多没有住人哦，就是真的拿来放货而已哦。为什么？他每天天还没亮，要准备摆摊菜市场，哦，那你觉得他会住在离这个菜市场开车还1-2个小时的地方吗？不会啊，所以这种房子哦还是很好租，只是如果你今天是用自住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心理上不太能接受哦。那我们自产房地产要吃到这个红利，真的就是做这个东西我会说叫真实的决定，因为你没有看过那个摊贩在租房子放东西，所以你不知道还有这种事情啊。这个就是真实真实的实力来做出乍看之下很反直觉的决定反直觉的决定，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获得就别人不敢进去你敢进去啊，这样子等级的丰厚的报酬。好，讲完了，我们今天讲自住族热议6大购屋考量因素。那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调查，就近3个月乡民最常讨论的购房因素，依序是价格、地段、房屋类型、屋龄、坪数、楼层那我的看法是，如果你今天是买来要自住，那就应该优先考量的是房屋的类型跟坪数，因为自住的房子让自己住起来舒服，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那简单的算法就是一个人要有10坪啊，然后你家庭几个人你就几个10坪啊，那因为会有重叠使用，比方说浴室、客厅、阳台，所以你可以再减一点点。那现在小两房的问题在哪里？再减的太多了。我说的是小两房新的那中古电梯大楼那种20年、25年的两房，还是很大间，超大间，你要不然隔成3房都可以那2个人来住10坪，可能只有12、3坪。那当然，小两房12、3坪，你住起来会觉得很不舒服。好，那如果你是买来投资资产的，购房的考量因素应该就一个吧，就地段投报率只要这个房子的地段好，能够帮你生不错的这个投报率那其他因素都可以忽略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这个欢迎加入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那会员的问题我也会认真回答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2个，自产高雄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执行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赖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勾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刚刚讲高雄的吧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赖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
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 LINE 哦。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哦，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哦，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哦，他的 LINE ID 是小老鼠拜台北，哈 ，BUYTAIPEI， 哈，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啊，讲八卦，哦，就是纯自助，好，纯自助。你真的就是考虑自己的需求就好了，你其他都不要管哦，就不要管，不要再跟我来一招那个什么自助兼投资，我是这样理解的哦。你要讲自助兼投资，我告诉你，你就是房子不够多，你会讲这种话。那其实房子也不用很多啦哈，你到第2、第3、第4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那我自助我真的就是选个自己喜欢，至于那以后好不好卖，我就不考虑了，嘿。因为你要赚钱，你要会那个让其他房子去背就好了，哦，那就自己任性一点，生活舒服一点就好了，哦，自助你真是完全考量自己的喜好就好了，不要来一个什么自助兼投资，不需要去搞这个事情，哦。我一直强调，房地产只是手段，哦，它只是手段，它不是什么终点，房地产只是手段。那个房地产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啊？就让你过上你自己想要的生活，然后照顾好家人嘛。然后有梦想的去实现梦想嘛，没梦想去帮别人实现梦想嘛，就这样。好，所以它真的只是个手段。然后你就为了什么自助兼投资，你住在一个自己其实也有一些不舒服的房子，你何必呢？哦，就是这样，它只是手段哦，不要倒果为因啊，就弄错了。没有自助，你是住自己喜欢就对了。好，又要讲那个逻辑，就是说自助为什么人家可以赚钱？哦。因为你喜欢的，别人也会喜欢。好，我再说一次哦，你喜欢的，别人也会喜欢。长期再看就知道了。这个我在八卦部分提好几次了哦，那还是再强调一次，因为很多新的观众还是来问我哦，什么自助兼投资就不应该做这样，有没有这种东西？有，但不应该做这样的决定。自助你这是喜欢到底，你又负担得起，就要去买了哦，就是这样。好，那你喜欢的，别人也会喜欢哦。你那时候啊怎么样？认真挑房子哦。采光、楼层、坐向，看出去不要有壁刀什么的，被你挑到爆。好 ，OK， 你终于买了一间，这些东西它没有改变的话，下一手对不对？他也会喜欢呐，哦，他也会喜欢，除非你的口味非常的特别，什么喜欢住在电塔附近，感受每天的电磁波，好，那这个就当我没说，不会有这种人呐，对，你就是买自己喜欢就好。我举个例子哦，那个板桥新海桥下来哦，什么长江路那边不是都就那个。殡仪馆嘛，对不对？殡仪馆不是巨大的闲物设施吗？很多人，交通拥塞，然后在那边烧东西，什么有没的，不是很多都这样吗？对，那殡仪馆附近的房市热不是很热为什么？殡仪馆人家一堆员工啊，一堆葬仪社啊，对啊，然后葬仪社员工想离工作他就会买，好，他的下一手是什么？也是这些啊，对啊，所以一样你有需求，别人也会有需求，你喜欢，别人也会喜欢，所以自助你都不要去管那些有的没的，那你就已经走在自助兼投资的路上了，就这样。这是很多自助客经过一轮房市大涨，他房子也会增值很多，下一手还会用更多的钱去跟他买的核心原因在这里。你喜欢的，别人也会喜欢，总不会有人就是喜欢一个暗厅暗房嘛，就不会啊，所以你都挑得好好的，在你还有的挑的时候，负担能力负担范围以下最好的房子，厕所有对外窗。这个格局方正，这个你的车位特别选过，这个是不太容易撞到，不太容易 A 到，好，你喜欢的，别人也会喜欢，就这样。好，那自助会不会出问题？其实也会，自助会出小问题。我说是小问题的地方在于客变，客变是怎样？客变就是他也是买中古，他不是跟建商买他是买中古，好。买中古啊，建商那个也一样啊，然后他看，这个原本的3房是3房没错，可是他觉得太小，他就觉得说，这个我不舒服，好，所以我要改，我要怎么改？他把它弄成2大房，3改2，常常看到嘛，那这就会导致下一手不好卖为什么？因为买方会说，干你卖3房的钱，结果只有2个房间，那我不要，我先看下一间，你怎么来得及跟他解释说，没有，我这2间房间超大间的呢，然后你慢慢解释吧，人家已经划走了，问题在这里而已。然后不好卖也还好啊，所谓的不好卖叫做不好卖，它不是卖不掉，所以你要是能够忍受
一般我们售屋的周期大概1个月吧，你可以忍受3个月、5个月、8个月甚至放1年、2年让他去卖，那还是卖得掉啊。那此时好不好卖？它不好卖啊，可是它卖掉了。那你自住你就可以走这样子的剧本。自住会出问题的地方在这里，3改2这个是3改2如果你今天买像我前面有提到很大间的中古2房，结果它室内可能就超过25坪，会有这种东西，莫名其妙以前土地没那么贵嘛，所以建商在盖2房那个2房都是边角料就算了，随便都塞给这一间好了，然后他要去保护他其他的3房4房很方正很好看那边角料塞给那个2房，就会造成2房有些坪数异常的大到你可以来隔3房，所以你2改3行不行？行啊，怎么不行这样你可以赚到一些溢价，因为2房的总价在这里你看我的手2房总价在这里3房的总价在这里，你今天是2改3，你就是可以比2房多卖就是卡在它中间。同理啊，3改4中古有些可以3改4。那如果你今天是3改2那就不行那客变这种事情，你要卖之前，如果你打算大装潢再卖，那你就顺便把它改回来。但是通常自住不会有那个钱他不会去想要把它改回来，所以他就是卖很久，慢慢卖也可以啊，怎么不行？所以我说这个是自住会发生的小问题，它就是太完全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去做客变。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做？没有不能做，真的没有不能做。但如果我是你我真的有客变的需求，等到我住个5年、8年、12年我要卖的时候，我会花钱把它隔回来就是这样。好，给你参考。